你知道远洋渔船的围网捕鱼有多疯狂吗？一个巨型超网捞起来的金枪鱼就重达1吨，巨大的围网一次性能将几十吨重的金枪鱼困住。通过入口进入船舱内的金枪鱼还不断抖动自己的身体，被收进来的金枪鱼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。现代化机器不仅为他们节约了人力和物力，而且还为他们提高了财富来源的速度。这是韩国的一艘奥林匹亚号渔船，专门用来捕捞太平洋金枪鱼。打捞上来的金枪鱼都会在冷冻库里冷藏着，回岸后才将里面的金枪鱼进行转运。每次清空船舱里的金枪鱼后，他们会重新赶往太平洋打捞。渔船满载的时候可以装1000吨金枪鱼。航行的过程中，船上的水手会检查渔网，同时将破损的渔网重新进行编织好。当然，发动机和信息设备都要由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检查。在航行的过程中，也会有成员设定航行路线。在茫茫的大海中，现代化信息设备为船只指引了方向，雷达和舵机能快速地让船员发现附近的环境和改变船只行驶的方向。通过声呐可以快速地发现附近海域是否有鱼群。为了快速锁定鱼群，派出直升飞机快速发现和锁定鱼群所在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辅助工具，能不能发现鱼群只能靠运气。船只在大海里行驶了3天，还是没发现金枪鱼群所在。大海的天气变化莫测，晚上他们只好停下船只进行休整，毕竟他们已经到达了预定海域。天还没亮，水手们就要起床准备工作。通过雷达可以监测到半径6公里的海域，就已经有10几艘渔船聚集在这里。一旦发现鱼群，他们都会抢先放下渔网进行打捞。而他们一旦发现鱼群，就如同发现新大陆，毕竟谁放下渔网，鱼群就归谁。为了快速发现鱼群，船只上会设置一个15米高的瞭望塔，通过大型望远镜发现的鱼群，同时也会派出直升飞机进行驱赶。船只会围绕着鱼群将渔网放下，目的是将鱼群包围住。白色的海浪是金枪鱼鱼群在移动中形成的。成群结队的金枪鱼是为了掠食青鱼，同时还能沐浴阳光。金枪鱼这样的行为不仅提高自身的体温，还能填饱肚子。但这样的行为让渔民提供了捕捞它们的机会，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。船员们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严阵以待。奥林匹亚号也开始捕捞金枪鱼的工作，围网的方式将鱼群一网打尽。通过动漫可以看清围网捕鱼的全过程。挂在后面的渔船将渔网沉入海底，同时起到了拉扯的作用。渔网会随着船只航行不断的往海里放，船只划过一个大包围圈后，渔网之间会自动衔接，同时绳索会将网底收紧。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多了，在船长的一声号令下，船只开始正式利用围网打捞金枪鱼。派出去的直升飞机会进行辅助驱赶，挂在船尾的船只也开始进入海里。整个放网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塔顶人员发出信号，派出直升飞机，信息传达到船长，船长也会下达下一个命令给各个部门。在小船上放渔网的工人相对比较辛苦且危险，渔网开始围绕着鱼群不断地往海里放。为了防止鱼群逃跑，还会派出快艇对鱼群进行驱赶。通过声呐图来确保金枪鱼鱼群不会离船只太近，以免将鱼群惊吓到潜回到海底。执行飞机会在上空引导和观察下网的全过程，可以发现附近还有不少的渔船。整个撒网的过程用了15分钟，围网的总长度足足有2000米，深入海底的渔网有245米。渔网的空间如此之大，能将任何金枪鱼鱼群一网打尽。感觉到危险的金枪鱼开始不断到处乱窜，接下来的工作必须将渔网的底部快速收紧。通过起重机能快速派出快艇，快艇会在包围圈内对鱼群进行驱逐，避免金枪鱼鱼群通过船只的空隙从中逃跑。船上的人员也有他的工作，拿着大铁锤不断地敲打船边发出声音，金属之间的敲打能发出响亮的声音，通过船只传递到水中。水手们不断的敲打能威胁到金枪鱼，防止鱼群靠近船底，以免它们从船底逃跑。大型的转动轮不断地将钢绳收回，将渔网的底部收紧，同时将它拖到船边。成群结队的金枪鱼鱼群已经无路可逃，收回渔网的过程，水手们也会按顺序整理好渔网。在甲板上工作的船员是最辛苦也是最危险的，在塔顶上的人员就相对比较轻松，特别是在船舱内负责设备的人员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放网和收网，收回的渔网形成一个小包围圈，附近的其他渔船也开始忙碌着放网的工作。其他渔船围网的工作顺序基本上一样，而他们会在这片海域重复进行捕捞金枪鱼，直至他们将整个船舱装满。整个围网大包围圈收紧到船边时就已经变得非常小，这样的小包围圈方便他们打捞，利用巨大的网兜将金枪鱼打捞上来。金枪鱼装满了整个大网兜，这种金枪鱼也叫煎鱼，俗称炸弹鱼。生活在温带海域的煎鱼呈季节性一气洄游，常常浩浩荡荡数十万尾结伴群游，也为渔民捕捞提供了条件。当然，煎鱼也属于金枪鱼科，煎鱼会通过入口处流入船舱内，
传送带会将它们运输到加工的地方，工人会将一些掺杂其中的杂鱼挑选出来。成年的煎鱼体长一般在1米左右，价格虽然没有蓝鳍金枪鱼高，在数量的加持下，足以让他们实现财富自由。这次围网足足为他们收获到了100吨煎鱼，至少为他们带来了15万美刀的收入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